第110章套路。酒桌上的气氛相当的好，尤其是老黄好像特别高兴。说到出海的事情，他眉飞色舞地说，之前出海玩的经历，说句实在话，那样的顶级奢华享受，谁不羡慕呢？一旁的方小华就是个捧哏，他拍着胸脯道，反正这样，出海玩咱们圈里都是有些规则的，目前公司1线2线这些人肯定去不了，这如果被媒体拍到了，公司都要跟着完蛋。但是我安排的人绝对都是1等1的，圈里的外围整条线我们都是通的，咱们4个人去，我安排8个妹子，保证验瘦还肥什么都有，还不够咱们嘎几个嗨吗？方小华一看就是老手，老黄倒也罢了，他天生就是一副猥琐的样子，关键是老彭又是两眼冒绿光，中年男人的生猛，我之前就见识过，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躲开一边。说句实在话，出海玩我也中意，但是我不喜欢搞游艇带女人出去，可能我年轻，对女人对爱情还是有些幻想，和中年油腻男不一样。当然我想我就算到了老谢或者老彭他们那个年龄，估计也不会对这事儿那么热衷，因为我总觉得女人就是那么回事儿，关键还是要看大家是不是性情符合，能不能谈得来，单就一张皮囊有多少味道呢？几个油腻男聊得嗨，当然就要讨论什么时候出海的事儿。方小华道，我建议这样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我们就明天出发好不好？老彭没有表态，但是看他冒绿光的眼睛我就知道他恨不得今天就出发。这个时候老黄的套路又来了，他道，这样好不好？我觉得这事儿还是陈老弟你来定，我们都听你的安排。我一听这话就觉得后背发麻，我心想老黄啊，老黄你不要这么深的套路好不好？本来我的想法是不出海，因为我和老黄、老彭他们毕竟不一样，拿的是1点老百姓过日子的收入，跟他们搅和明智嘛。但是老黄这个套路一耍，我就不能说自己不去了，因为我不去的话就是扫大家的心，这以后大家还怎么愉快的玩耍？还有这事儿还不能轻易拒绝，因为老黄让我定，他是抬举我如果不识抬举，那是对老大哥的不恭敬。我喝了一口茶，擦了擦嘴，道，那个我建议咱们还是一件件的事儿做，咱们今天先耍好了，明天早上过早的时候咱们再定行不行？因为这个事儿我跟黄大哥有经验，黄大哥有个好兄弟谢总也是喜欢出海玩的，但是那天在不及我们耍了一下之后，第二天清早我们再说出海，他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，这事儿黄大哥可以证明，是不是？黄海山哈哈大笑道，是有那么件事。第二天我和陈老弟去庙里耍了一天，拜所祖求平安去了。老黄这一说，大家都感觉好笑，这事儿暂时就结过去了。然后大家继续闲聊，老彭和方小华聊到了影视剧的事情。方小华面色忽然一正，扭头过来看向我，道，陈总，真的有件事我还忘记给您汇报了，黄总给我们投资以后，我们的剧已经开拍了，预计4月份杀青。要不说黄总是贵人呢，这剧我们还只做点花絮出来，几家电视台都感兴趣。我建议黄总、陈总，你们2位有时间是不是能看一下班，给我们剧组一点鼓励？我心想，你方小华跟我汇报什么呢？黄海山出的钱关我什么事儿？说起来这都是老黄搞的鬼，他不故意捧我，会给方小华这么大的错觉吗？我道，方总，这事儿我明确一下，剧组探班我肯定去不了，你可以邀请黄大哥去，黄大哥现在逍遥人生，你们家又在广州，这正好吗？我的态度很明确，绝对不含含糊糊，更不说什么我一切听黄大哥调遣这一类的话。黄海山耍的这些套路都是要给我一种幻觉，好像他和我真是铁哥们、铁兄弟一般。因为老派的江湖套路都是大佬屈尊小弟之后，小弟感恩戴德，拍着胸脯表态，大哥您对我恩重如山，省略100字，我对这一些都心知肚明，所以坚决不着这些套路。你黄海山在捧我，我也保持清醒，咱们能耍就耍，不能耍就拉倒。当然我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的证明自己的价值，比如行业网站，没有行业网站会有在今天在一起吃饭的这一幕吗？后续我和黄海山还会有交集，我需要继续证明自己的价值，这样大家称兄道弟才算长久，而不是那种表面上称兄弟，其实你的底被别人看得透透的，别人从骨子里把你低看1等。其实人际交往真的是一门学问，就像现在我们一屋子坐4个人，要说实力最强肯定是黄海山，其次是老彭，再次是方小华，最差的是我。但是这一屋子老黄大家都围着他没有问题，但是老黄之外，我反而成了举足轻重的存在，老彭成了最透明的人，这就是人际交往的问题。老彭土老板出身，虽然江湖套路也不浅，但是他的那点套路在黄海山面前只能算关公面前耍大刀，老黄几个套路就能把他的底细给盘明白。方小华和老黄还有老彭都不一样，老黄是传统，老彭是土老板，方小华则是精英出身，正儿八经是顶着传媒大学硕士头衔的圈内人。总之一句话，他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，别看他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，这是因为目前大家没有多少利益的冲突，倘若一旦涉及到了利益的问题，
我可以笃定他翻脸的速度绝对比老黄还要快。所以这3个人，我还是喜欢多跟老彭玩，会觉得心里踏实安全一点。4个男人吃了饭，酒足饭饱之后，肯定就要玩项目。我跟郑登打电话，让他亲自安排。郑登搞鱼缸游戏研究很深，说句实在话，我是不热衷这个。像方小华这种见过世面的人，那天在部级都加了2中，可以想象大名鼎鼎的管事服务真的不是吹出来的。